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杰森视角。当今美国和世界给人一种乱哄哄的感觉。此前我在谈及川普革命的多次节目中已经分析过了，革命就意味着混乱，意味着前途未卜，历朝历代都是这样。目前川普选择同时在美国和世界6大战场上挑起战争，不乱才怪呢。但好消息是，混乱的高峰可能很快就会到，因为川普的这些战场都开始逐渐进入白热化状态。这6个战场是哪6场呢？他们分别是在美国国内的4个战场和国际上的2个战场。国内的4个战场分别是：一、以美国教育体系为目标的意识形态之战；二、以美国移民问题为契机的政府和司法的对抗；三、以效率部为先锋的和深层政府的博弈；四、以川普和美联储主席隔空角力为表现的财经政策对抗。川普在世界启动的2场战争分别是：一、针对全世界，特别是针对中共国的贸易战；二、以乌克兰战争为焦点的美国和欧洲的撕裂战，说软性些就是美欧分家之争。这场战争是川普向美国100年蜕变发起的挑战，是川普向现有世界趋势发起的挑战，是川普在谋求他梦想的美国中兴大业。在川普首轮疾风暴雨的全方位攻击下，被攻击的对象在惊愕后目前开始缓过劲儿了，他们也开始渐渐形成各种抵抗态势。因此真正意义上的战争现在才在全面展开或逐渐进入白热化的状态。说明白点，那就是美国和世界进入了一个前途未卜的状态。基于常理推断，川普不可能在每场战争中都能获胜。那么未来世界经历这一系列的冲突后，是会变得更好还是更糟？没人能就此做出预测，因为每个人的感受都会不一样，那一定是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但是无论各场战争的战线最终锁定到什么状态，有一个结论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川普已经深远地改变了美国和世界，你我再也回不到过去了。能认清现实的是智者，勇于面对未来的是勇者。因为节目时间有限，我们不可能在今天节目中把川普这6场战争都涉及到。因为对中国人来说，贸易战是这6场战争中和大家生活息息相关的，也是最让人揪心的一个。因此我会在今天节目详细分析这场战争的现状和未来趋势。与此同时，川普和美国司法界的对抗最近发生了很多重要事件，川普阵营采用的策略可能对美国未来影响深远。今天我也想和大家分析一下，我们会在未来的节目中分析川普在其他领域的博弈。阿布雷戈加西亚遣返案是目前川普政府和反川普势力之间在美国司法体系进行的一场核心战斗。左派政客和媒体对打赢这场战争信心十足，他们认为这是他们利用美国司法体系击败川普团队意志的一个最佳战场，所以大量旧媒体死咬住这个话题不放。在川普的支持者中，也有很多人认为川普不值得在这场战斗中消耗太多美国最高法院的耐心，未来还有许多司法硬仗要打。但深入去看，你会发现这也许是川普阵营精心选择的一个战场。这场战斗将重塑美国政府和地方法庭的关系。我先快速介绍一下这个案件的背景。阿布雷戈加西亚这个名字对中国人来说太难记，我们下面就叫他阿加。阿加是中美洲萨尔瓦多人，现年29岁。他在2011年非法进入美国，此后长期定居在马里兰州，从事建筑工作。2016年，他认识了美国公民苏拉，并于2019年结婚。他们共同育有一个患有自闭症和听力障碍的儿子，还抚养着苏拉在上一段婚姻的2个孩子。一份2019年的警察报告显示，阿加在马里兰的一个停车场与3名南美暴力帮派 MS-13 成员一起被捕。警方报告说，他当时的服饰和纹身符合这个帮派的标志。另外，
美国情报部门的一个可靠的线人声称，他是 MS-13 西方小集团成员之一。一位移民法官在保释听证中引用了上述信息，认定他是 MS-13 成员，并以此为由拒绝了他的保释请求。不过，阿加在美国、萨尔瓦多都没有刑事定罪记录。2019年，阿加以担心返回萨尔瓦多后会遭受帮派迫害为理由，申请禁止遣返保护，得到一位移民法官的批准。2025年3月15日，尽管有法院的禁止遣返令，阿加还是被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按帮派成员的名义错误遣返回了萨尔瓦多，并被关押在萨尔瓦多的恐怖主义拘留中心。经过一系列法庭诉讼，最后美国最高法院判决川普政府应促进阿加返回美国，给他获得正当司法程序的机会。目前的核心问题聚焦到了对最高法院判决中促进 facilitate 这个词的解读上了。川普司法部对这个词的解释是，如果萨尔瓦多政府允许他返回美国，美国这边会给他提供飞机，但是因为阿加是萨尔瓦多人，如果萨尔瓦多政府不让他离开，美国也无权干预。和川普政府的说法呼应，萨尔瓦多总统布凯莱在4月14日会晤川普时称阿加是恐怖分子，明确表示不会释放他回美国。但是左派媒体和地方法官对最高法院判决中促进这个词的解读却完全不同。他们认为最高法院的本意应该是要求川普政府竭尽全力使用美国政府对萨尔瓦多的一切影响力，促成阿加返回美国。因此，大量左派精英在社交平台和旧媒体上指责川普政府在蔑视美国司法体系，在违反美国宪法，在摧毁美国三权分立的基石。个别地区联邦法官批评川普政府在消极对抗法庭判决，因此要求川普政府每日提供对这个案件进展的更新。制度是死的，制度如何起作用，关键是社会中的人如何去解读那个制度。在中国底层老百姓的心中，为什么宪法还不如一个县委书记的口头批示重要？这是中共对中国人心理长期塑造的结果。中共就是需要中国人把他党的意志看得比一切中国法律都要高。美国目前的政治运作模式，与其说是美国制度的结果，不如说是美国人认知的结果。美国夏威夷岛上一个地区联邦法官的判决，为什么能让美国多数人选出的总统的命令立刻失效？不是那个法官本人有多强大，而是美国人选择认可这种对美国制度的解读。从权力的角度看，如果没有美国人对三权分立制度的认知迷信，美国制度本身是不能保证三权分立原则的。为什么？因为几乎所有的国家机器都是在美国政府管辖下的。举个例子，美国联邦法院本身其实没有任何能力去直接执行它的判决，它是依靠联邦法警署来执行它的判决的。那么这个联邦法警署是个什么机构呢？它是美国司法部下的一个局，因此要在司法部长的权限和指导下运作，而他的署长是由美国总统任命，并直接向司法部长报告工作的。当然，司法部长也是美国总统任命的，是总统内阁核心成员之一。为什么我说川普团队也许是有意在用阿加遣返案来试探政府和司法对抗的边界呢？首先，我们其实都知道，如果川普给萨尔瓦多总统布凯莱打个电话，要求他把阿加放回美国，布凯莱应该不会不给川普这个面子。所以目前阿加案和相关的舆论热点是川普选择的一个战场，是他决心对抗的一条战线。川普选择这个案子对抗，可能出于3个原因。第一，川普反非法移民的政策在美国民众中的支持率很高，因此他因为这个案子失去大量选民的可能性不大。第二，川普政府目前对法院裁决的解读和执行，从表面看
没有直接对抗法院。第三，左派媒体和法官在这个事情上表现的极端亢奋，这种激动情绪让个别极左法官会做出愚蠢判决的概率大大提升。一旦那样的情况出现，就会给川普政府机会来改变政府和法庭权力的边界。不出所料，在移民问题上对川普政府一直态度强硬的华盛顿特区联邦法官博斯伯格在4月14日就出手了。他对川普政府发出了蔑视法庭令，指控川普官员3月份在他已经发出禁止驱逐的判决时，运送委内瑞拉帮派成员的飞机还是没有立刻返回美国，因此蔑视了他的法庭权威。这个判决如果真要执行起来，会启动一个刑事程序，那意味着川普司法部的法警署需要去抓同样是司法部的移民局的人，这在当前的政治环境下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因此博斯伯格法官的这个判决真有可能击垮美国司法和执法之间的那种只存在于人心中的微妙关系。一旦法庭的裁决和执法之间出现断层，最受损的将是美国法庭在人心中的威慑力。好在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庭快速出手，在4月18日周五晚上喊停了博斯伯格法官的这个蔑视令。在上诉法庭的判决书中特意提到一点，那就是法官和总统应该避免冲突，司法和行政部门如果这样持续冲突下去，将会两败俱伤。法庭这边的合法性会被质疑，而行政部门也会被一些公众视为无法无天。表面看，这个上诉法庭裁决是对博斯伯格法官和川普政府各打50大板，但上诉法院能说出这样的话，其实就是在训诫联邦下层法院了，告诫他们不要处处和川普政府作对。因此这次对阵应该是川普获得了一个小胜。4月19日周六一大早，最高法院以7-2的裁决暂时阻止川普政府根据敌对外国人法驱逐下一批委内瑞拉非法移民。有人以这个判决为依据，认为川普在阿加案上如此纠缠，可能引发个别摇摆的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不高兴，从而对川普未来更重要的司法议题产生负面影响，很不值得。但这就是川普，最让他兴奋的事情莫过于努力得到他能得到的最好交易结果。不对抗如何知道可能的最大边界在哪里呢？下面我们再来谈谈川普的关税战。我们上期节目分析了川普原本是针对全球的关税战是如何鬼使神差的变成了向针对中共死磕对决的方向发展的。当然中共绝对不希望未来世界真的发展到那一步，所以在过去这2个星期，中共动员了一切能够动员的力量，从中国国内到海外舆论，从官方高层对话到民间社交媒体导向，到处都能看到宣称在贸易战上中共国必胜，美国必输的分析。那些分析基本都是引用一面之词或片面的数据来蛊惑智商有限的人群。但是必须承认的是，美国要赢这场贸易战也不容易。美国经济是否能挺过这场关税战，川普是否真的能够完成如他计划的全球联盟，用来抑制中共国以出口为动力的发展模式，未来3个月极其关键。我上期节目已经详细分析了，从宏观数据上看，美国在关税战上是占据绝对优势的。美国对中共国的贸易逆差保守算是3000亿美元，如果加上中共国通过转到东南亚或墨西哥等国用洗出产地的方式形成的对美国的间接出口，中共对美国的实质贸易顺差绝对更高。从全球商业贸易的角度看，美国和中共国是全球商品贸易不平衡的两极。2024年，美国全球商品贸易逆差是 1.2 万亿美元，而中共国的全球顺差是1万亿美元。但是从两国承受力和供应链细节上看，美国在贸易战上的优势就不那么明显了。
目前看，川普这边的思路已经展现得非常清晰了，一共分2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用对每个国家都高得惊人的新关税，引发全球各国的惊恐。这个阶段目前应该已经过去了。第2个阶段就是谈判阶段了。在这个谈判阶段，美国应该会分2步走。第一步是美国和中国以外数十个国家之间的平衡贸易谈判。引用川普贸易顾问纳瓦罗的说法，就是川普政府计划在未来90天内搞定90个贸易协议，也就是在川普对这些国家的90天暂停高关税的窗口期，完成和他们的平衡贸易谈判。第2步就是美国和中共国之间的谈判了。虽然中共和美国目前都摆出一副从此经济脱钩的态势，但是理想和现实总是存在鸿沟，两国商品之间的依赖绝对不是在短短几个月就能解决的。故意在公开场合显得疯得吓人的川普，其实一点儿也没疯。下面我们来详细谈谈川普在贸易谈判阶段这2步会如何走，是否有可能最终实现他的目标。就谈判阶段的第1步，川普政府宣称要和中共国以外的国家在90天内搞定90个贸易协议，这是一个极度疯狂的目标。就是川普政府选择优先和几个美国贸易逆差最大的国家和地区谈判，例如印度、日本、台湾、韩国、越南、加拿大、墨西哥以及一些欧盟国家等，在90天完成这些贸易谈判，也是一件极其艰难的事情。通过谈判达成贸易协议，通常都需要好几年的时间，而且川普这次希望签署的这些贸易协议，还不只是定个关税数字那么简单的事情。川普团队一再强调，他们想要的是各国实质取消他们对美国的贸易壁垒，这又需要谈判对象国家在更大范围进行改革，甚至需要很多国家调整或修改他们能阻碍竞争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这其中的难度和需要的时间是不可思议的，而且这个目标还会遇到来自中共的阻力。中共应该非常清楚川普政府的思路。4月14日到18日，习近平对越南、马来西亚和柬埔寨进行了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同时，中共媒体也高调报道了欧洲各国和中共的高层访问，包括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4月初访问了中共，欧洲理事会主席和欧盟委员会主席计划7月份到北京和习近平会面，英国商务大臣和首相也计划在今年晚些时间访问中国等等。中共对这些高层互动的高调报道，就是在向世界其他国家传递一个信号，那就是美国想建立一个反中共的贸易同盟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都和中共国是朋友。同时，这些国家和地区也乐得让美国看到他们和中共之间的互动，因为这只会给他们和美国的贸易谈判中增加筹码。当然，越南和欧洲等国可以和中共玩双簧，给自己增加和美国谈判的筹码，但是真实的贸易数字摆在那里，是忽悠不来的。2024年，越南对中共国的出口是61亿美元，比2023年的出口还下降了。而从中国的进口是144亿美元，同比上升了30%。因此，越南对中共的贸易逆差在不断扩大。与此同时，越南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是巨大的1235亿美元。同时，欧盟和中共国之间的贸易逆差也在不断加大。今年3月份，中共国对欧盟出口同比上升了10%，进口却下降了8%，其中对德国出口上升了12%，进口却下降了7%，对法国也同样是出口上升，进口下降。而这些数字还是在这轮中美关税战开始前的数据。未来如果中国一些原来出口美国的商品不得不转移到欧洲，欧洲和中国之间的贸易逆差可能会完全失控。与此同时，欧盟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是2000亿美元。因此，理性的讲，这些国家和地区都有上千亿个理由，希望最终能和美国达成一个新的贸易协议，避免关税战。
另外，就台湾、韩国、日本这些国家和地区来说，他们和美国的关系还不仅仅只停留在贸易层面，他们和美国还存在或是明文规定，或是隐晦默认的军事保护关系。因此，从国家安全的角度上讲，他们也希望和美国达成某种形式的贸易协议，保持和美国的良好关系。当今世界是多元和分化的，最终也一定会有一些国家因为经济的原因，更可能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而选择疏远美国和中共走得更近。比如目前巴西总统在意识形态上就和中共走得非常近，同时巴西和美国的贸易是逆差74亿美元，而和中共国的贸易是顺差250亿美元。虽然中共产品严重地冲击着巴西的钢铁产业，但是中共宣称将会把从美国购买大豆的订单转到巴西，这对巴西也是一种经济补偿。因此，在意识形态和经济两类关系叠加的情况下，一些像巴西这样的国家就可能会选择和中共国走在一起。因此，这轮贸易谈判结束后，世界会变得更隔离，更加划分阵营。川普在贸易谈判阶段的第二步就是美国和中共国之间的谈判，这是更关键、更棘手的一步。我们前面谈到，目前全球商品贸易不平衡的两极就是美国和中共国。美国生产太少，消费太多，造成自身制造业凋零，国家负债累累；而中共一方是生产过多，消费太少，造成大批中国人因为极度内卷而生活水平持续困苦。另外，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美国的两个政党在对中共问题上少有的存在共识，那就是中共国是当今世界对美国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因此，美国从官方到民间最不想依赖的就是中共国的制造业。因此，从情绪上，美国人是真的想和中共国经济脱钩的，但是摆在美国人面前的现实却是另一种情况。我们就拿攸关美国人生命健康的医药领域做例子，来谈谈美国对中共国产业链的依赖程度。在现代制造业中，整个供应链的强度取决于其中最薄弱的一环。美国曾经是制药业的世界领头羊，现在却高度依赖从海外进口药物，尤其是来自中国的药品或药品原料。过去10年，美国生产活性药物成分的工厂数量下降了超过60%，主要原因是无法在全球化的框架下和其他国家的药物生产成本竞争。而同一时期，中国生产活性药物成分的工厂数量却增长了55%。美国和中国制造业的此起彼伏，在这组数据中清晰展现出来。这个逆转意味着美国人现在主要依赖从海外进口药品，在某些领域甚至是完全依赖从海外进口。2021年，美国消费量最大的100种非专利药中，有83种在美国找不到一家生产商，剩下的17种中有11种在美国只有单独一家美国生产商在生产。在性命攸关的抗生素和抗病毒药物方面，超过90%的药品在美国没有生产商。美国非专利药中的活性成分有一半来自中国，其中超过100种竟然只能从中国采购，在世界其他地区根本买不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美之间关税战进一步恶化，中共国决定对一些目前只有中国生产的药品成分进行出口限制，那将直接威胁美国人的生命和健康。更极端的情况是，如果假设中美之间真的发生了某种冲突，中共决定彻底切断对美国出口抗生素、抗病毒和其他救命药品的供应，在美国国家战略储备库中储备的药能够让美国撑多久？有一点要说明，目前很多非专利药的活性成分只在中国生产，并不是因为其他国家没有生产那种活性成分的技术和能力，主要原因是在此前贸易全球化的经济框架下，生产成本最低的国家
会把成本较高国家的生产厂家挤出全球市场。2020年，疫情对国际贸易链的冲击，让美国政府和各大跨国公司其实都已经清楚看到了美国对中国在医药领域的依赖有多么危险。拜登政府为此还特意成立了专门的工作小组，研究如何减少美国对中国药物供应链的依赖。2022年乌克兰战争爆发后，人人都意识到经济贸易全球化的时代已经开始结束了。但是现在5年已经过去了，美国对中国医药供应链的依赖却一点没有降低。为什么？只要美国对中共国和其他国家商品的进口关税依然保持很低，让世界商品进入美国没有什么贸易壁垒，那些只对华尔街负责的跨国大公司，他们追求的主要是每个季度的利润最大化，根本不可能有动力去冒险在美国投资工厂，用高成本生产这些关键药品成分。从这点看，用增加关税的方法建立美国和其他国家，特别是和中共国之间的贸易壁垒，几乎成为逼迫这些跨国公司在美国生产这些药物原料的唯一办法。虽然生产这些药物原料的技术和工艺不是问题，但是无论是建立一个新厂来生产这些药物原料，还是改造旧的生产工艺去生产那些药物原料，那都不是几个月甚至是1-2年内能完成的事情。因此单从这一点上看，美国就不可能立刻和中共在贸易上完全翻脸，从此两国老死不相往来。目前川普政府面临的一个难题就是如何保持一个愿意和中共谈判的态势，让美国在这些关键领域的供应链不至于立刻断裂，从而严重冲击美国人的日常生活，但与此同时又不能表现得太亲密，让美国相关企业幻想美国和中共国会再次通过谈判回到此前的状态。川普要达到的理想状态是让这些企业从这时起就抓紧时间开始大量投资，在美国本土生产这些关键药物成分。那他怎么才能实现这个艰难的平衡呢？理解了川普团队的这个视角，就能理解川普目前很多和中共贸易方面的言论和行为。有人对川普最近在这方面的说法和做法感到困惑。前段时间川普还说要把对中共的关税一直涨上去，最近又说以后不准备再涨了，涨太高了，大家都没法做生意了。他认为两边生意还是要做的。川普最近在多个场合对中共放话，说他是准备和中共进行贸易谈判的，但另一方面他又坚持要中方先给他打电话。作为回应，中共那边放出话说谈可以，但是美国得先拿出对中共的尊重。中共表示，美国表现尊重的一个方式就是川普手下这些大将，包括国务卿卢比奥、国防部长黑格塞斯等，在针对中共的言论上要有所收敛。但川普这边却似乎直接忽视中共的这个回应。卢比奥在国际舞台针对中共的调子一如既往的犀利。川普和他的团队做出这种矛盾行为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主要有2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此时此刻川普还不着急立刻和中共开始谈判，因为川普需要等他的团队和其他国家贸易谈判的结果，根据一些关键国家的谈判结果，川普才能确定他和中共谈判时手里有多少牌。另一方面，川普也不希望中共对美国完全绝望，从而主动立刻和美国全面脱钩。因此川普不断给中共传递信号，让中共知道他还是想谈判的，让中共对美国的谈判还抱希望，因此而不会做出对美国太敌对的行动。比如我们前面假设的，中共如果决定针对美国药物供应链的薄弱环节实施攻击，那就会给美国社会造成重大的冲击。好，今天杰森视角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看，希望大家能够订阅和推荐杰森视角以及杰森新闻快递这2个频道。